你以为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仅仅是钱吗？你以为富人只是单纯的有钱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个视频如果你能看懂，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，就像里面的观念也在改变着我的人生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娟娟，去年来找我，说要请我吃饭，因为她找到了一份月薪2万的工作。我当时很高兴，也特别好奇，问她毕业才2年是怎么做到的。她说她在工地工作，每天靠流水，勤快的话可以多赚点。听完她月入2万，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甚至有一点心酸。她所谓的2万月薪，其实不是基本工资，而是看劳动收入。就算是熟练工，一天在工地搭支架，绝对是累得够呛，工作时间每天10几个小时，况且还是全月无休的状态，连续做几个月，人不累出病才怪。我以前也打过零工，需要倒班，经常日夜颠倒，上了1个星期，整个人迷迷糊糊，精神状态极差。我难以想象娟娟这样的工作强度能坚持多久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一个人一直做这样的工作，你的眼界就仅限于那1平方米的工位，重复劳动会麻痹你的思想，束缚你的眼界。你以为你在赚钱，其实是在廉价出售你最宝贵的青春。况且等你年纪大了，又拿什么去跟那些刚毕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拼业绩呢？最心酸的是，你的收入可能一直没有大的增长，未来还可能随时失业。当你成家立业，全家几口人都靠你养活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痛苦。你会切实体会到什么叫人到中年不如狗。每个人都有获得财富的梦想，但在现实中，不同的人在经济方面却呈现出很大差异，甚至天壤之别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随着你收入的增加，你的消费也会增加？这就是中产阶级的一个致命问题。越是收入高，钱却越是留不住。再来看另一个例子，我跟一个创业成功的小伙伴一起吃饭，他创业3年，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是有钱人了，但他却一直跟我诉苦，说自己的生活好难。我一度以为他是在装，后来我明白了，随着他收入的增加，他的支出也在增加，给女朋友买礼物，车贷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成年人的烦恼常常卑微到骨子里，有钱了，开始大手大脚的花钱享受生活，这很正常，但一定要理性，不然你永远都不会有钱。You are what you spend。 我们如何花钱，折射出我们的人生格局和价值观。我们的花钱习惯，最终也将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进而塑造我们的人生轨迹。要尽快地从打工者的身份转变为投资者的身份。前期打工的积累，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步的跨越，用足够多的钱，靠投资理财的收入来生活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真正的富足是能吃米其林也能吃路边摊，有钱了能行万里路见众生，没钱了读万卷书也自在。真正懂理财的人自然懂生活，真正会生活的人也能理好财。这就是穷人与富人的思维差异。这种差异让我们的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群体，大致可以概括为3大阶层：有钱人、中产阶层和穷人。其中有钱人成为万众瞩目的佼佼者、成功人士，他们虽然为数不多，但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，享受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越物质生活。而我们中大多数人不得不归入穷人的行列，过着拮据甚至贫穷的日子。人们在羡慕有钱人的风光之余，不禁要问，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贫富之间的差距？有钱人到底凭借什么获取了享之不尽的财富？其实，有钱人之所以成为有钱人，并非因为他们拥有超人的天赋，也不是依靠优越的家庭条件或侥幸的机遇，更不是所谓命运的安排，而是由于一个关键因素，他们的想法跟普通人不一样。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：一是对金钱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不同，二是使用金钱的方式不同。前者是内在思维，后者是外在行为，两者相辅相成，
共同构成了有钱人特有的金钱观和财富模式。有钱人想常人之未想，想常人之不敢想，拥有一种全新的金钱观。他们掌握金钱的运行规律，懂得正确理财，成为金钱的主人。他们善于运用房地产、股票、债券、期货、收藏品等多种投资工具来广开财源，并在日常开支中使用一些窍门进行谨慎节流。总之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赚钱和花钱都是一门学问。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下，许多人都没有理财的概念，认为理财是有钱人的游戏。他们对金钱也缺乏思考，有多少就用多少，到月末就成了月光族，总是陷入青黄不接、坐吃山空的窘境。这恰恰反映出穷人与富人在金钱思维上的本质差异。有钱人懂得，金钱只是达成目的的工具和手段。拥有再多的钱，如果不懂得运用，如果没有正确的金钱观念做指导，最终也难逃贫穷的命运。因此，穷人想要走出困境，跻身富人行列，仅仅依靠勤劳是不够的，更需要转变观念，学习和掌握有钱人的思维方式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驾驭金钱，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当然，这并非一蹴而就之事，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我们主动学习和实践。我们要像有钱人那样，对金钱保持敬畏之心，努力学习金钱的运行规律，探索理财的奥秘。同时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，不要为金钱所累，更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。只有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，以科学的方法合理理财，我们才能掌握创造财富的钥匙，在通往富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记住，今天的努力和积累都是为了让明天的生活更美好。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阶层，都不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持续学习，不断进取，终有一天，你也能跻身有钱人的行列，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。这是一个从金钱的表象深入到本质的过程，是一个从物质世界探索到精神世界的过程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以平和、睿智的心态对待金钱，以有钱人的思维模式正确对待财富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不迷失自我，获得真正的人生自由。关于理财，理财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而且成功的理财还能为你创造更多的财富。愈是成功者，就愈重视理财。其实，理财蕴藏着许多乐趣和好处，那我们为什么还不赶快行动呢？有钱人认为，如果你有余钱而一时找不到实业投资机会，或者已不愿再投资于实业时，不妨把钱投向金融、地产等其他市场。在那里，钱可以生钱，增值迅速。在金融投资市场上，有多种多样赚钱的投资工具可供选择。在《穷爸爸与富爸爸》一书中，当遇到钱的问题时，穷爸爸习惯于顺其自然，因此他的理财能力就越来越弱。这种结果类似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在体质上的变化，懒惰必定会使你的体质变弱，财富减少。穷爸爸认为有钱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，去照顾那些比较不幸的人，并教导罗伯特努力学习，进入好公司工作。他说自己不富裕的原因是因为要抚养孩子。他禁止在饭桌上谈论钱和生意，说挣钱要小心，不要去冒风险。他相信自己的房子是最大的投资和资产，对于房贷，他是在起初就支付的。穷爸爸努力存钱，努力教导罗伯特怎样写一份出色的简历，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。他还经常说，我从来就不富有，罗伯特对钱没有兴趣，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他很重视教育和学习，希望罗伯特努力学习，获得好成绩，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，成为一名教授、律师，或者去读 MBA。 富爸爸与穷爸爸在金钱观念上的差异很大。富爸爸说，税收是惩罚勤劳，奖励懒惰。他教导罗伯特要努力学习，将来能够发现并收购好公司。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必须富有，就是因为有孩子要抚养。他在吃饭时鼓励孩子们谈论钱和生意，教他们如何管理风险。他认为房子是负债，如果把房子当作最大的投资，那就会有麻烦。他总是在期末才支付房贷。穷人为金钱而工作，而有钱人则让金钱为自己工作。
这是穷人思维与富人思维的重要差异之一。世界上到处都有才华横溢、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他们。然而遗憾的是，真正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才华的人总是太少。但一旦有才华的穷人成为有钱人，就可能在灵光一闪间彻底改变自己的财富命运。有句古老的格言说，工作只是比破产强一点。不幸的是，这句话确实适用于千百万人。因为学校没把财商看作一种智慧，大部分工人都按部就班地过日子，也就是辛苦工作赚钱，然后用来支付账单。一个人所具有的思维和感觉，决定了他将来能否拥有财富。富有的思维创造财富，而贫穷的思维则导致真正的贫穷。在金钱法则中，钱是靠赚出来的，而不是靠克扣自己攒下来的。有钱人不赞成过分节俭，在他们看来，钱是靠赚的，而不是靠攒的。过分节俭、克扣自己是成不了有钱人的，那只会让自己在精神上越来越贫穷。如果你对股票比较精通，信息灵通，且有足够时间观察股票和外汇行情，不断买进卖出，就可以将股票和外汇买卖作为投资重点，并考虑进行短线投资。如果你是时间严格的上班族，又不喜欢天天盯盘，就可以选择证券投资基金。基金汇集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，由专业的基金经理进行投资运作，风险较小，收益较为稳定。创造财富是每个人都想做的事情，同时也是一门学问。有钱人认为，制定一个财富计划表对创造财富十分重要。创富者必须从实际出发，脚踏实地，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，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，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创富者。穷人与有钱人在金钱使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。穷人的钱来之不易，他们不会轻易动用自己的储蓄，认为钱花一个就少一个。他们宁愿让钱在银行里睡大觉，也不愿意动用分毫。有钱人则认为钱是活的，应当将储蓄用于投资、创业，让钱流动起来，进入社会的循环，不断增值，才能赚取更多的钱。综上所述，无论你目前身处何种阶层，都应该尽早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，学习有钱人的思维模式。要明白，钱不是用来攒的，而是用来生钱的。要敢于投资，敢于冒险，让钱在各种渠道中流动起来，发挥它应有的功效。同时也要注意，理财要讲究方式方法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财富计划，既不能因循守旧，错失良机，也不能盲目冒进，陷入泥潭。要立足实际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。还要记住，理财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赚钱不是为了钱而赚钱，而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。在追求财富的同时，不要迷失自我，要保持一颗淡定从容的心。正如一位哲人所言，我要钱，但我不为钱所驱使；我用脑子赚钱，但我不为钱所累。这就是理财的真谛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心态，改变思维，以智慧和勤奋投身到理财的实践中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人生，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。相信只要坚持不懈，梦想终会照进现实。理财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自己财富的主宰。二、富人的储蓄，穷人的存钱观。有钱人的活银行，储蓄是大多数人最为熟悉的一种理财方式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绝大多数储户却不能正确地选择储蓄的种类。一般人认为储蓄是风险最小的投资方式，有钱人则认为储蓄并非没有风险，比如存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威胁。穷人把储蓄当成存钱罐，而有钱人则将钱放在活银行里。穷人攒钱，有钱人赚钱。穷人总是认为把钱放在银行最安全，没有任何风险。但有钱人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储蓄虽然相对安全，但在存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操作风险和通胀风险。由于储蓄风险的存在，常常导致储蓄利率下降，甚至本金贬值。一个人一年储蓄50万元很不容易，一个人要活到200岁那就更难了。因此，如果拼命开源节流，却把钱全部存在银行，可以预见，这个人这辈子别想成为有钱人，更糟糕的是，他连下辈子都没希望致富。
人的平均寿命是75岁，2辈子也就150年。如果一个人把钱都存银行，要到第3辈子才有机会致富。一个家族如果一直秉持勤俭持家，把钱存银行的理财观念，这个家族至少要经过200年，大约7代人之后才有可能富裕起来。相反，如果你能掌握正确的理财方法，40年、半辈子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。有钱人认为，把钱存银行是无法致富的。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人们不能再保持过去那种陈旧的理财观念，不能把钱全放在银行里。我们应该把钱拿出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。有钱人告诉我们，要让金钱流动起来。储蓄固然重要，但仅仅依靠储蓄是难以实现财富增值的。我们要学会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投资渠道，让资金在不同领域间灵活流动，参与到经济的循环之中，创造更多的价值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抛弃储蓄。合理的储蓄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现金流和应急准备金，让生活更有保障。关键是要平衡好储蓄和投资的比例，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，选择恰当的理财方式。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能够跳出储蓄的狭隘视角，开拓投资的广阔视野。他们深知资金的时间价值，懂得用钱生钱的道理。他们敢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尝试，不断优化资产配置，使财富稳健增长。这种理财哲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践行的。我们要主动去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，增强风险意识，培养投资能力。要学会审时度势，把握机遇，在股票、债券、基金、房地产等各类投资品种间灵活调配资金，分散风险，提高收益。同时也要注意，理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需要我们长期坚持，不断积累经验教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损失，但只要总结反思，及时调整策略，终会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和进步。总之，想要实现财务自由，仅靠储蓄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要树立投资理财的意识，主动学习金融知识，增强对市场的敏感度。要学会像有钱人一样思考问题，敢于突破常规，用更开放、更长远的视角审视财富管理。让我们行动起来，从现在开始优化自己的资产组合，让每一分钱都能创造更大价值。相信只要坚持不懈，聪明理财，财富自由就一定能够实现。属于我们自己的活银行正在向我们招手，让金钱动起来，让梦想活起来。3. 有钱人怎么对待理财这件事情？有钱人认为，要想捕捉金钱，收获财富，使钱生钱，就得学会让死钱变活钱。千万不可把钱闲置起来，当作古董一样收藏，而要让死钱变活，就得学会用积蓄去投资，使钱像羊群一样不断的繁殖和增多。由理财所创造的财富会超出你的想象，但所需的时间会更长久。对于那些想在一夜之间成为100万、1000万甚至亿万富翁的人，有钱人给出的忠告是：投资理财不适合你，因为投资理财是件慢工出细活、欲速则不达的事情。这里强调的是时间的概念。如果对时间没有正确的认识，自然会产生强烈的急躁情绪，而急躁就会导致冒很大的风险，原本可以成功的事情也会因为急躁而失败。与此同时，只要能耐得住性子，将资产投资在正确的标的上，不需要过多操作和操心，复利就会自然引领财富的增长。从复利的公式可以看出，要让复利充分发挥效果，时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。长期的耐心等待是投资理财的先决条件，尤其是理财要想致富，所需的耐心不是几个月或几年就能做到的，而是至少要等20年、30年，甚至40年、50年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理财都是一项终身的事业，只有耐得住长期等待的煎熬，时间创造财富的能力才会越来越大，这就是复利的特点。然而，当今我们身处时时追求快速的速食文化之中，事事都强调速度与效率，吃饭上快餐店，寄信用特快专递，开车走高速公路，学习报速成班，人们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，缺乏耐心。
在投资理财上，人们也表现得急不可耐，想要立竿见影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在其他事情上追求快速或许能见效，唯有投资理财是快不得的，因为时间是理财必不可少的条件。越是着急，越是达不到目的。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下，许多人都没有理财的概念，认为理财是有钱人的游戏。同时，他们对金钱也缺乏思考，有多少花多少，到了月底就成了月光族，总是陷入青黄不接、坐吃山空的窘境。有钱人认为理财是通往财富自由的重要一环，一个人要想富有，就必须学会理财。其实，理财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成功的理财反而能创造出更多财富。有钱人建议，一生的理财规划要趁早进行，以免年轻时任由钱财如流水白白流走，蹉跎岁月之后，老来才感叹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同时，理财绝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乱撞，毕竟有目标才有动力。如果毫无计划，只是凭一时冲动做决定，主宰自己的理财生涯，那很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极端结果。财富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，平稳妥当的理财规划应该及早制定，然后一步步地实现聚财的目标。在理财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学会延迟满足，不能把所有钱都花在眼前的享受上，而是要为未来的生活做打算。要懂得克制自己的冲动消费欲望，把钱投资到那些能带来长期回报的项目上，比如教育、健康、家庭等。只有持之以恒的积累，才能在未来收获财富的果实。当然，理财并不意味着要过度节俭、吝啬，而是要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，合理分配资金，做到开源节流、量入为出。既不能入不敷出，也不能囤积过多闲置资金。要学会用钱生钱，让资产不断增值。除了时间和耐心，成功的理财还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正确的方法。我们要主动学习金融、投资等方面的知识，了解各种理财产品的特点和风险，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状况，选择合适的理财工具。不能盲从，也不能轻易尝试自己不熟悉的领域。同时，理财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不能期望一夜暴富，也不能因为一时的损失就灰心丧气。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稳扎稳打，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，调整策略。对于市场的短期波动，要学会淡定面对，相信长期投资中会有回报。总之，理财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，需要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实践。只有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，掌握科学的理财方法，拥有良好的理财心态，才能穿越市场的曲折起伏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。让我们行动起来，从现在开始规划自己的理财之路。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，而要学会驾驭金钱，让它成为我们实现梦想的工具。只要坚持不懈，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们也能成为手握金钥匙的有钱人。记住，理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需要我们毕生的努力。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，我们要保持耐心和定力，不急于一时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是要着眼于长远，稳步前行。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积累，我们的财富才能真正实现质的飞跃。让死钱活起来，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让复利展现它的魔力。心怀梦想，脚踏实地，用智慧和汗水浇灌财富之花，终有一天，它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愿你我都能在理财的道路上披荆斩棘，不断突破自我，最终抵达财富自由的彼岸，成为生活的真正主宰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